什么是乌克兰使用的最强主战坦克？可能有的人要说是德国的豹尔 A6，可能也有的人要说是美国援助的 MA1SA， 但火力军要说的是，乌克兰使用的最强主战坦克恰恰是他们自己生产的主战坦克，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T-84堡垒。哈尔科夫厂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在苏联时期，这个厂主要生产苏联最主要的主战坦克。从这里使出的主战坦克是苏联当时最先进，使用燃气轮机 T-80系列，所以哈尔科夫厂的产品又有哈尔科夫的移动堡垒的说法。T-80系列不仅是世界上最早的量产型燃气轮机坦克，也拥有一系列的先进技术。可以说，如果冷战继续发展下去，那么 T-80坦克将会替代 T-64的位置，和众多的 T-72B 形成高低搭配，成为欧洲主战坦克最头疼的存在。但 T-80最终没能等来属于自己的战场，因为苏军亲阿造成的经济崩溃。1991年苏联解体，而哈尔科夫厂这个苏联最好的坦克工厂之一，也被分给了解体后独立的乌克兰。乌克兰在这个时间段上并不需要一个可以制造主战坦克的工厂，因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来的影响，冷战结束，三战不再会爆发。乌克兰所处的东欧和俄罗斯交界的地位，也让其作为桥梁的地位，谋求自身的和平发展成为了可能。所以哈尔科夫厂陷入了难言的窘境，他们既失去了来自苏联军方的订单，也不可能在乌克兰军方身上开发订单。在这个巅峰时期，制造世界上最先进主战坦克的工厂面临着关门的窘境。但还好，哈尔科夫厂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以试图使用柴油发动机的 T-80UD 系列为蓝本，试图向世界出口一种比 T-72更先进，但是比 T-80价格更低且更易于维护的主战坦克。而我们今天的故事也就从这儿开始了。在1994年，整个哈尔科夫厂仅实验制造了3台坦克，以求保证生产线不停工。更可怜的是，工厂连拖这3台坦克去试车场的拖车费都出不起，下线的坦克只能围着生产线转圈。此时，印度刚趁着苏联解体，打包了一大批 T-72M1，试图全部更换给自己的装甲部队。作为世仇的巴基斯坦一看，当场就急眼了，向世界范围内发函，试图寻找一种可以压印度 T-72M1 一头的主战坦克。哈尔科夫厂一看，马上就盯上了自己手中的 T-80UD， 因为这本身就是当时苏系坦克中最先进的型号之一。对比起印度人打包的 T-72M1， 好的不是一星半点。那为什么不将这款坦克销售给巴基斯坦，以换取资金，盘活哈尔科夫厂呢？实际上，巴基斯坦一开始并不想采购苏系坦克，在传统上，巴基斯坦使用的都是美制装备，他们根本看不上苏制坦克。在坦克的采购中，第一选项反而是美制的 M1， 但奈何哈尔科夫厂为了活命，给 T-80UD 的标价实在是太低了，这就让巴基斯坦军方也可以为了钱给 T-80UD 网开一面。很快，哈尔科夫厂给巴基斯坦方面提供了2台原型车以供测试，原型车编号分别为 478DU 和 478DU1， 前者是使用铸造炮塔和 T-64 行走机构的廉价版本，而后者则是使用原装 T-80行走机构的版本。在经过测试之后，巴基斯坦军方对于 T-80UD 的性能很是满意，另外那些不满意的部分，则因为其低廉的价格，从不满意变成了满意。1996年，竞标尘埃落定，哈尔科夫厂向巴基斯坦提供320台 T-80UD， 平均单价约为200万美元一台，这在世界范围内也算得上是白菜价的主战坦克了。据一些论坛研究者声称，这批 T-80UD 的价格甚至有可能比当年印度打包 T-72M1 的价格更低。巴基斯坦人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先进坦克，而哈尔科夫厂则拿到了急需的发展资金，双方都认为自己是这场交易中的赢家。拿到钱之后的哈尔科夫厂为了不流失设计人员，开始了下一代主战坦克的研发。新一代主战坦克依旧是基于 T-80UD 进行设计，虽然 T-80UD 使用的是传统的铸造炮塔，但实际上哈尔科夫厂自己就有更先进的焊接炮塔技术。焊接炮塔相对于铸造炮塔拥有重量更轻、防护更好的优势。于是设计师们决定将所有先进技术以及参加外国竞标的经验全部堆砌在同一台坦克上。这台被寄予厚望的坦克项目代号 478D-9， 前面的 478D 代表其安装有窗帘1系统的 T-80UD，
而后面的 U9 则代表这台坦克是乌克兰 478D 改进型中第9个测试型号。工程师们在这台坦克上安装了来自法国凯瑟琳热成像仪，更换了新的弹道计算机和无线电，并且安装有新设计的柴油辅助动力单元以及加宽的塑胶聚合物履带。2000年 478D U9 被乌军验收通过，于次年获得了自己的名字 T84 堡垒。T84 堡垒是一型乌克兰哈尔科夫厂在 T80UD 的基础上，综合欧美先进设备以及自身先进技术进行改装并生产的第3代主战坦克。它和 T80UD 最大的不同是采用了焊接而非铸造炮塔，大幅提高了炮塔的防御水平。火力方面，该车使用一门125毫米 KBA3 滑膛炮，是乌克兰自产的 2A46 亚型。该炮使用自动装弹机，无需选弹的情况下，射速恒定为 6.5 秒一发，略低于 T72 自动装弹机的 7.1 秒。坦克总备弹46发，自动装弹机备弹28发。虽然装弹速度较快，但俯角依然继承了苏系永不低头的优良传统，仅有负5度，极难在山地丘陵等复杂地形环境下作战，这也是大部分苏系坦克的致命缺点。由于苏联解体，实际上在1991年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坦克弹药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开发道路。由于坦克弹药的开发需要先进的材料学，而非坦克生产厂可以研发， T84 的火力也因此受到了相当严重的制约。T84 的主力穿甲弹药是 3BM42， 也就是俗称的芒果弹。这种弹药的穿杆使用双钨合金棒加钢套的设计，穿身仅有约450毫米左右。在80年代，这个穿身尚且够用，但到了90年代，芒果弹就完全落后于时代。实际上，苏军早就为 T80U 配发了更为先进的 3BM46， 这是一种一体式平油穿杆穿甲弹，穿身约为有530毫米，可以有效对抗复合装甲以及爆炸反应装甲。但因为苏联解体，乌克兰并没有获得生产这种弹药的能力，这就让 T84 身上出现了一个致命的短板。为了弥补这个短板，设计师们重新调整了火控系统。T84 具有完整的猎歼能力，并且还具有法国制造的高清炮手热成像设备，远超00年代的大部分俄罗斯坦克。相比起火力上的平庸， T84 堡垒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其防御能力，这或许也是 T84 被称为堡垒的直接原因。在防御方面， T84 的基础装甲依然是以 T80UD 为基础的复合装甲，真正值得说到的是在它的爆炸反应装甲上。在坦克的设计中，苏系主战坦克一般都使用复合装甲加爆炸反应装甲来提升自身的防御能力。堡垒的巧妙之处就在于无法提升自身基础装甲的前提下，将自身爆反装甲的防御能力提升到极限。在聊堡垒的爆炸反应装甲前，我们先来看看爆炸式反应装甲是如何保护坦克的。反应装甲是一种用于保护车辆免受聚能装药和硬化动能穿透器损害的车辆装甲。最早的爆反装甲模型于1949年由苏联钢铁科学研究所的博格丹·沃伊采霍夫斯基院士提出。后来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期间，在以色列坦克首先应用了夹克衫爆反装甲，在战斗中有效阻挡了 RPG-7 的射击。最早的爆炸式反应装甲长得比较像铁质饼干盒，其中有2块钢板，中间夹心钝感炸药，靠近车体的那块钢板被称为背板，主要目的是保护车体不会被爆反装甲的爆炸破坏，而上面的那块钢板则被称之为抛板。在来袭的空心装药武器击中爆反装甲时，首先金属射流击穿了抛板，然后触碰到了钝感炸药，炸药起爆，将上方的抛板以高速击飞，袭扰金属乱流，来达到降低穿身的目的。这种结构就是我们常见的夹克衫或者接触衣等爆炸式反应装甲的结构。它的好处是制造工艺简单，只要抛板可以被正常剥离，就可以有效干扰来袭的金属射流的破甲深度。而缺点则是它只能对付破甲弹，纵向的抛板对于穿甲弹来说基本不起什么作用。在这个基础上，苏联又开发了可以拦截动能穿透器的重型爆炸反应装甲，也就是接触5系列。它不仅加厚了抛板的厚度，还尝试了更新颖的炸药布局，这就导致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出现。当接触5被来袭动能射弹引爆时，抛板将在炸药的排列下迅速横向移动，而非传统爆反的向前飞出。你可以拿一根筷子，想象这是击中接触5的 APF-SDS， 然后拿一根倾斜装置的硬纸板，想象这是接触5的重型抛板。在筷子打穿纸板的瞬间，纸板将沿着预定好的角度移动，在后续的筷子上施加一个几乎垂直于射入方向的力。
当你完全按照火力军的形容来做的话，你就会发现，虽然纸板被更硬的筷子撕碎，但它也被纸板的运动带偏了方向。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重炮板设计，可以让接触武提供对穿甲弹的抵抗能力，为安装它的坦克提供额外的150毫米对穿甲弹防御。我们的主角乌克兰的利刃爆炸式反应装甲，它的工作原理和之前任何一种装甲都不同。利刃的设计原理并不是使用重炮板设计，而是使用重背板设计，在背板上直接安装经过特殊设计的钝感装药。在爆炸时，装药会像破甲弹一样呈现出门罗效应，形成镜像的射流。当这些射流遇上来袭的穿甲弹时，甚至有可能会做到通过物理手段切断穿杆，而非只是普通爆反的干扰。得益于利刃对穿甲弹和破甲弹一样有效，所以哈尔科夫还设计了一种叠加型利刃。简单来说呢，就是将利刃爆反模块作为主战坦克装甲的一部分进行镶嵌叠加设计，确保任何来袭射弹在车体重要位置都会被至少2层利刃拦截。这种设计方式被乌克兰称为双刃，或者也可以叫做双利刃。双利刃的叠加并不是简单的1+1等于2的效果，多层射流切割下，以大长径比为设计特点的现代穿甲弹药基本没有100%击破双刃的把握。在2003年，沙特采用实弹对双利刃布局进行大靶试验，勒克莱尔发射的稳定托克穿甲弹根本就没有在靶板上留下印记，也就是说，双利刃完全可以抵挡初速1800米每秒、穿身约为580毫米左右的稳定托克穿甲弹。而在2009年，乌克兰也做了一个同类型的实验，实验对象是安装有双利刃的 T-84炮塔模拟靶，采用了串联破甲弹和 3BM42 穿甲弹进行射击。结果发现 3BM42 贯穿了炮反，并在模拟炮塔上留下了一个入射洞，没能击穿炮塔主体，而串联破甲弹则对双利刃毫无效果。根据以上数据，采用多层利刃爆反布局的 T-84在理想状况下可以完全免疫穿身小于600毫米、没有经过抗爆反设计的弹药，而抗破能力再加上车体本身的复合装甲后，至少也有1400毫米，可以正面抗击俄军的短号反坦克导弹。综合以上角度来看， T-84的硬防护水平已经基本达到了类似于 KF-51 和 T-14之类国际第4代主战坦克水平。乌克兰坦克工业能做到这个地位，还是相当让人意外的。当然 T-84 优秀的也就只能算一个防御力，而机动性和火力都相当平庸，再加上乌克兰本身的经济并不好，所以这样一款还不错的主战坦克并没有被过多的采购。在2022年，乌军总共的 T-84 数量仅为6台，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在战争中全部损失。但可以肯定的是，2023年5月12日，有视频显示，时任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在哈尔科夫州的一个训练场驾驶了一台 T-84，至少截止视频录制时，乌克兰的 T-84还有1台幸存。除了乌克兰之外，目前使用的 T-84最多的国家要数泰国。在2019年，泰国49台堡垒 T， 也就是 478D U9T 主战坦克，其名字中的 T 代表泰国，是乌克兰根据外贸协定向泰国出售的坦克，也是 T-84这个系列存在的根本意义。当然 T-84也是有发展的窗口期，甚至可以变成更强的主战坦克。在2000年左右，土耳其展开了北约标准的主战坦克选型，此时 T-84也跟去凑了热闹。哈尔科夫厂提出了一个 T-84-120计划，是为土耳其陆军量身定制的版本。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拆除原来的125毫米滑膛炮，换为一门蓝金属120毫米滑膛炮，使其可以发射北约标准的穿甲弹，诸如 DM33 和 DM53 等，尽最大可能弥补 T-84的火力短板。并且最绝的是，这门炮还能发射改进型的 AT-11炮射导弹，一举推翻了120毫米滑膛炮无法发射炮射导弹的问题。由于主炮的更换， T-84也更换了自身的炮塔设计。在 T-84-120上，它安装有一个延长尾舱，用来容纳新的尾舱自动装弹机，而非原先 T-80上的转盘自动装弹机，这可以使其射速进一步加快到最多4秒一发。这样一来， T-84-120计划就几乎从外观上就变成了和 T-90M 一样的带有尾舱的速系坦克，并且 T-84-120在机动性、火控以及射控上都要比 T-90M 更先进。但很遗憾的是，为了保护本国军火产业，土耳其最终选择了自产的阿勒泰 T1 主战坦克，而 T-84-120最终落选，原型车也不知去向。如果要火力军来说，目前的乌克兰最缺的就是坦克，而单凭欧美进行现有的主战坦克的援助是远远达不到标准的。乌克兰应该在欧美的援助下，与乌克兰靠近波兰的地区重建哈尔科夫工厂，并且由东欧的 T-64或者 T-72底盘配合双利刃的内嵌装甲构型，重新生产一种安装有120毫米主炮的应急版 T-84-120，
这样一来，这些应急坦克既有不错的性能，又培养了乌克兰军事工业的自主，更是让其在装甲部队上可以凭借质量抗衡俄军，何乐而不为呢？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不知道各位觉得火力军的观点如何？如果您还有想要补充的内容，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